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糖。本期来给大家做一期抽卡建议啊。原石有限，只能抽一个，2.7三个角色，到底应该选择谁？老规矩，咱们还是先叠盾啊。一个优秀的 UP 主应该学会怎样保护自己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全地图100%探索度，玩过所有角色，不抽命座，不抽武器，深渊满星，活跃天数为616天的开服全勤玩家冰糖小坤啊。我觉得我应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发言权的吧啊，省得被人喷我说是云玩家。OK， 回到正题啊，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就3个字儿：抽叶蓝。如果叶蓝是和万叶钟离在同一个版本，那确实还值得纠结一下。但是很可惜，同版本的是萧何一斗啊，这就没有什么可比性了。从 UP 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说，叶蓝并不戳我叉 P 啊，但是我认可它的设计和强度。虽然这个角色还没有实际体验过，但是有些东西是不需要体验的。我常给大家说的一句话是：辅助角色看机制，输出角色看倍率。只要把这些东西了解一下，即使不用玩，一个角色的大概强度心里就已经有数了。给大家举个例子吧，就比如说曾经 1.6 的万叶，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他，戏称他为小砂糖。但是 UP 我那个时候在 1.6 我就已经是一个叶吹了啊，我那时候就一直劝大家抽万叶啊，为此我还挨了不少喷子的骂。那么为什么当舆论都在贬低万叶的时候，UP 我却能正确审视这个角色呢？因为我明白辅助看机制这个道理。我压根就没有看万叶的伤害，他爱打多少打多少，他哪怕只有100点伤害呢，那又如何？要看的是这个天赋呀。当 UP 我看到这个天赋第一眼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确定了万叶这个角色必是人权。而今天叶蓝又带着这个天赋来了，就这个机制往这儿一放，记住 UP 我今天说的话啊，记住，叶蓝就是下一个人权，不抽他一定会后悔的。这个机制很夸张，有点类似于钟离的减抗，钟离只要能开出来 E， 伤害必有增幅。叶蓝同理，只要叶蓝能开出来 Q， 就直接给到增伤。队伍里面4号位不知道该带啥了，叶蓝直接就往进扔进来了就是增强，伤害肯定会高一截。更别提他还是一个高贵的水属性角色，还拥有着行丘上位的美誉。就行丘能干的事儿，叶蓝全能干；行丘不能干的事儿，叶蓝也能干，而且比他干得更好更出色。即使是一个刚入坑不久的玩家，即使手里面没有什么 C， 那也应该抽叶蓝。正所谓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，原神也一样。C 常有而人权不常有，这个 C 错过了再抽下一个就行了，但是人权一旦错过了，那将是少则半年多则1年。难道又想让万叶的故事再重演一遍吗？当别人拿着叶蓝已经爽了1年的时候，又要苦苦哀求着叶蓝复刻吗？想必大家谁都不愿意吧。当然了，以上内容仅仅是 UP 我个人的一点点愚见，您如果觉得我讲的不对，我的游戏理解有问题，那么您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抽啊。如果说 UP 我都讲了这么多了，您还是坚定不移的认为萧或者一斗更值得抽，不要怀疑，您一定是正确的，是我的游戏理解有问题，我的怪我好吧。大家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，也可以耐心等待 2.7 的更新啊，到时候我也会给大家带来叶蓝的相关实测，所以说赶快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吧，到时候就能第一时间看到叶蓝实测了。大家也都攒一攒原石吧，留个金光吧，别到时候没原石了又哭天喊地的。UP 我真的是为大家的游戏体验操碎了心，老米挣多挣少真的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啊，他反正也不会分给我，我只是觉得大家攒点原石也不容易，希望能帮大家避避坑啊，让大家都能用有限的原石抽到那个又强又好用的角色，毕竟只有平民才会了解平民的不容易。OK， 那么就先讲这么多啊！如果喜欢 UP 我的内容的话，赶快关注3连吧，我将会给大家持续带来更多的平民攻略，我们下期见 ，Respect。A B N Z D E F G， 送你张我的 EP， 说好 don't love me。这次一定关注。